大家好，非常荣幸受邀请参加 Bitcoin SV 的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我是刘爱华，是 Bitcoin SV 的独立开发者，大家可以称呼我老刘。是的，我又来了。下面开始我们的主题演讲。本次演讲的主题为 Bitcoin SV 上的开发者工具及案例分析。这次呢，咱们来点实际的内容，主要是 Bitcoin SV 上的开发者资源介绍，包括框架呀、工具啊、参考资料啊、社区资源等等，主要是面向对想基于 Bitcoin SV 进行开发的广大的开发者。好，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当我们所有人做区块链开发的时候，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先看看这个链上都有些什么东西，这个链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这个链的这个现在水位有多高，区块有多大，然后它的大概状况是什么样。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首先可能要接触的是叫做区块链浏览器，所以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工具呢，就是一个数据浏览类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一个工具就是在区块链在那个 Bitcoin SV 上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区块链浏览器，名字叫 What's on Chain 然后 What's on Chain 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区块链浏览器，跟大家想象当中的区块链浏览器是差不太多的。那么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对于我们开发者非常实用的功能，比如它有3个网络的浏览功能，就不仅仅是主网可以看到主网上的数据，还可以看到测试网络、扩容测试网。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因为我们可能会在测试网络上去做一些应用的测试，那么有这个测试网络的这种浏览器呢，就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测试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在测试网络上数据展示出来是什么样子。那第二个呢，因为在 Bitcoin SV 上，其实它的很多的创业者呢是在上面去做一些基于文本的一些这个功能，它会把一些文本写上去，无论是协议也好，或者是就是内容也好，都会写到链上去。那么 What's on Chain 它有一个叫做文本搜索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像我们传统的这种区块链浏览器，可以根据地址啊、根据 TX ID 啊等等等等去找这个相应的 TX 或者区块，它还可以去根据这个文本去搜索我们 TX 已嵌入的文本，来去找到这个文本对应的 TX 是什么。好，这是 What's on Chain。那么第二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区块数据浏览类的那个工具，它也是一个网站，叫做 Bitco.media。这个网站呢，其实它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啊，它就是可以允许你上传数据。就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上传文件浏览，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举个例子，就是假设我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一张图片，我想上传到区块链上去，然后可能我有些用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就直接打开 Bitco.media 这个网站，然后把它拖到把图片拖到那个上传区，然后就划一下钱包，然后就会上传上去。划一下钱包，因为上传需要收手续费嘛。当然你不用担心手续费很低。上传需要钱包，这个我一会儿再说哪些钱包可以支持然后上传上去呢，你就可以看这张图片，你就实时会看到的这张图片，而不是一堆这个比如说是 hex 格式的字符。那么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我也用它开发过一个非常小的应用，就是我其实把它当成了一个前台托管的网站。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做一个Web 类的应用，那我的 Web 的前台的代码其实都写在了比如说写在一个 HTML 文件里边。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 HTML 文件直接拖到这个区块链上去，然后直接访问这个文件所在的 TX 的那个TX ID 作为地址输进去访问的话，那这个网站呢就会帮你去渲染出整个页面出来。你看到的就是你上传的那个前台代码如果你有些后台配合的话，那你其实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直接去做交互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去尝试一些这种基于链上的一些开发的时候，其实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然后大家去做一些测试。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当我们去前台可以做托管的话，其实后台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应用可以直接去托管在其他的工具，我们一会儿会介绍。那这个时候你甚至可以做这种 serverless 的应用，也就是说你是不需要服务器的，你所有的就是这个应用逻辑都可以写在前台，你的后台的数据可以保存在链上，然后通过 Bitcoin SV 提供的工具去索引出来，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做到一个 serverless 的应用。那么我自己其实是做过一个就是查看整个网络状态的那么一个应用，也是用的这种方式去做的。好介绍完数据浏览类的话，我们再介绍一个，其实就是要介绍数据服务的 API 了。因为我们真正的要写程序的时候，打交道的不光是说人要看看这个数据去检查一下，而是要去真正的调用 API 了。其实，在 Bitcoin SV 上提供这种数据服务 API 是非常丰富的，有 Ocean， 刚才我们提到了 Ocean， 其实它提供了 API， 能够去支持说各种查询，基于地址查询，基于 TXID 查询等等等等。同时还有一个叫 MetaSV，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数据查询 API。同时还有 MetaCloud， 这个也是一个查询 API， 其实生态是非常丰富的。这些 API 除了这种传统的查询功能，也就是说，比如说根据地址查询、根据 TXID 查询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功能之外呢，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模式。这些模式非常有趣，比如说发布订阅模式。发布订阅模式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想订阅一个地址，凡是跟这个地址有关的转账，我都要通知给我。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这些 API 服务也会提供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你保持一个长连接，也就实时推送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吧。那同时还有最近在 Bitcoin SV 发布的 MAPI， 那这个功能也是他们可以提供的。那你通过他们可以查询到矿池给你的这个 TX 的状态呀，等等等等，这些功能可以实现这种TX 的这种安全性安全性的实时支付这样的功能这个 API 也非常非常好用吧。如果大家对这个更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之前林哲明在这个大会上讲的关于 API 的一个专题的演讲。那么在数据服务这个 API 里边，在 Bitcoin SV 里还有非常强大的两个工具，一个是 Bitbus， 一个是 Bitsocket。这两个工具它的特点其实就是说可以通过复杂的条件进行过滤查询，这个其实就是在 Bitcoin SV 社区里边一个很知名的开发者 Unrater 去开发的两个工具吧。那这个强大的这个查询功能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类似于 jQuery 的这个类似于那个 MongoDB 的查询语言的一个那个查询工具描述语言。就是这是一种描述语句吧，描述语言嘛，其实它本质是 MongoDB 的描述语言。那么在这样的语言呢，其实它的实现原理就是说，它把每个 TX 的所有的字段，每一个字段就是细分到，比如说它的脚本当中的每一个 opcode， 每一次 push data 的一段 data， 它都索引起来，索引到一个单独字段，然后通过所有的这些字段去组合起来去进行查询。这个工具非常非常强大。假设大家是在链上通过自己的一些协议做了一些应用的话，你甚至可以根据你的协议当中的一些字段的条件去做查询，非常非常有用。很多人也在使用这两个工具。那还有一个叫数据服务类的框架。这个框架呢，它并不是一个数据服务的 API， 说把数据索引好了，再通过API 接口去向这个服务提供商去查询，它是直接提供了一套代码，你可以自由在你的本地的服务器，你的后端去部署这样的一套代码。这个代码呢，你部署好了之后呢，你可以去
根据你的用户给你的这个 TX 去存到这个框架里面来，这个框架自动会把这个 TX 跟矿池去同步状态。比如我们就是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的用户，比如说你做了一个这种社交类的微博这样的一个应用，那用户当他发一条微博的时候，他可能直接把这个承载这个微博内容的 TX 就转给了你的后端，你就把这个 TX 放到这个 TXQ。这个名字叫 TXQ 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去，那这个框架自动会把这个 TX 广播到矿池去，通过 MAPI 广播到矿池去，矿池会告诉你这个TX 的是不是花花啊等这个状态就告诉你，然后同时它会自动把这些 TX 根据你配置的一些索引选项，然后把它自动索引到你的数据库里去。你在查询的话，你就自动根据这个索引直接查询就好了。所以相当于是一个本地化的一个数据服务框架啊，这个也是非常有用的。这是很多人也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框架。那说完数据服务之后，我们要说必备的这种开发库类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要用 JavaScript 开发，那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库呢？我们要去签名一个 TX 也好，或者我们构造一个 TX 也好，我们用什么库 ？JavaScript 里面有 BSV 这个库就叫 BSV， 是 Moneybutton 他们维护的一个 GS 的版本的BSV 的开发库。然后有 Nuxendo，Python 语言的有 BitSV， 有 Nuxendo，C++ 的有 Nuxendo 啊 ，Nuxendo 频繁出场。Java 语言的有BeaconGSV，Dart 语言的有 DartSV。其实是语言种类还是挺丰富的啊。我自己其实用 JavaScript 挺多的啊，我用 GS 也比较多，因为前后台都可以用嘛啊 ，GS 是前后台都可以用的。那功能呢，实际上基本上覆盖了所有大家可能在应用中使用的所有的功能，大数计算呐，那个椭圆曲线的呀，地址的、公司钥的呀、签名的、助记词啊、脚本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涵盖在内的。那么我们刚才其实这里面出场最多的是 Nuxendo 是 Nchain 开发的一套就是 SDK 吧，叫 Bitcoin SV 开发的 SDK，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叫门线签名。门线签名这个特点是一个非常就是安全性啊、保密性啊也非常好的这么一种签名方式，一种密码学的计算方式。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再去回看我们那个线上研讨会里边，周全老师有一个 Nuxendo SDK 的专门的演讲，他其实就是讲了怎么用 Nuxendo 去做门线签名，以及门线签名它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听一听，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听一下，因为这个确实是太有趣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说钱包服务，因为刚才我们说的你上传文件的时候，你需要用一下这个钱包，然后钱包怎么用这个钱包上传的服务呢？去上传文件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涉及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钱包服务有哪些？这里面其实钱包服务有很多，而且都非常好用。这里面有 Moneybutton，挺流行的。然后林哲明他们的打点钱包，还有 RelayX， 有 ShowPay， 还有 TwitchPay 等等等等。那这里面其实它不仅仅是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平时的支付功能啊，这大家肯定是要有支付功能的。那同时它有诸多其他的这种功能，什么功能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有这种注册和登录，也就是说你一旦有了钱包之后，你可以用钱包去注册一个服务，去登录一个服务。比如说你可以用那个 Moneybutton 去登录 Popping 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应用，同时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直接用你的钱包把数据上链对这个数据进行签名对这个数据进行加解密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你需要做的就是轻轻的滑一下就可以做到，只需轻轻一滑，又丝滑又柔顺我们来有一个小的那个动画视频来看一看它是如何做到的。好的，大家也看到了只需要轻轻一滑就可以做到。你轻轻一滑就登录了 Popping 这样的一个应用，你甚至是不需要注册过程的。
因为你只需要拥有一个钱包，你划一下就可以了，你省去了很多很多繁琐的东西。同时，比如说，一旦你拥有一个钱包之后，你去登录各种各样的应用的话，你只需要你的一个 ID， 你不需要频繁的注册去登录这些繁琐的操作，你只要你的钱包就可以解决一切账户的问题。哎，关于这种就是一个 ID 可以解决所有的服务这个方案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冯老师在之前的课程当中讲的关于 Meta ID 这样的一个协议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了就是我们这种钱包服务嘛，然后说到了我们的开发的类库各种语言的类库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之前演讲当中也交流过一个，就是说其实比特币里最强大的是啥？比特币里最强大的是它的脚本语言，但是比特币的脚本语言实际上大家确实是就觉得不太好用，或者开发起来有点不太方便。那当然了，你用汇编写一个应用，你当然也觉得不方便了。你需要用的是高级语言，你需要用的是 C 呀、C++ 呀、Java 呀、Python 这样的高级语言。所以这里就有 Script 就是可以编译成比特币脚本的一个高级语言。它是一个大家知道以太坊里面有 Solidity 这样的一个语言，它是一个类 Solidity 这样的一个语言，它是一个高级语言，它比较方便使用。那关于这个语言以及语言的特点，以及它的开发的这个工具等等，其实已经有 Script 的王一强王老师已经在之前的里面讲到了。如果大家没有看，一定要看一下，因为 Script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东西我自己也在用它做开发同时，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强调这个 Script 呢？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个好东西？说起来就让人很兴奋，就是因为你用 Script 其实是可以做这些东西的，可以做有状态的合约。当我们说有状态的合约，就包括但不限于就是层一的 token智能合约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我们在以太坊可以做到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Bitcoin SV 上做，而且手续费更低，而且我们在 Bitcoin SV 上做的这个智能合约，其实它是可以有非常多的办法可以让它去做到非常快速。它有办法可以做到并行，也就是你的一个合约你可以做到并行。就更详细的做法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资料我们其实是在那个 CSDN 的 BSV 专区有专家已经写过这样是怎么做的，以及甚至它是怎么并行的，都已经写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去看一看是怎么做到的。那么有一层的智能合约语言，其实在 Bitcoin SV 上还有很多二层的智能合约的框架。基于二层的框架有 Run 有 Operate 有 Bitcoin Computer 这样的二层的框架。这样的框架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因为你知道吗？你可以用 Bitcoin SV，就你们直接用 JavaScript 在 Bitcoin SV 上就开发你的合约其实这就是用程序员自己熟悉的语言，像 Run 它就是用 Bitcoin SV，就是用JavaScript 来做的那个开发语言。然后你熟悉的这种开发模式等等，完全都可以用在这种二层的这种开发上面去那么同时呢，它是用一种链上记录，其实就是它的用法实际上是非常酷的，就是它把它的合约其实就是 JavaScript 代码放到链上去，然后它把它的运行、它的调用和运行的这个语句放在链上，就相当于是执行过程。然后呢，你是通过链下的方式去再运行一遍这样的 JavaScript 代码，然后去做校验，去校验它的这个运行过程是不是正确的。所以它是一个链上记录、链下校验的过程。它是用了 Bitcoin SV 这样一个非常低手续费的又诚实可靠的一个不可逆账本来实现这样的功能的。那同时呢，你这样的写的合约可以更加灵活，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只去运行你关注的那些合约。你不用运行所有的合约。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在 Bitcoin SV 里边非常重要的协议，其实这也是大家做应用的时候也非常实用的用到的这种协议。你一旦用到这些协议的话，你应用之间就可以互通，可以让你的应用的生态会变得更好。比如
最重要的肯定是 MetaNet。MetaNet 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在 Bitcoin SV 上比较通用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协议具体内容我在这里就不再讲，大家也可以是到那个BSV 的，就是 CSDN 的那个 BSV 开发者专区去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然后还有 Paymail， 还有 BIP270，这是实际上就是说把邮箱当地址用的这样一个，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协议，还涉及到 SPV。那么还有 Tokenized， 这是一个 token 的协议，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 Bitcoin、B 协议、Bitcat、D 协议、Bob 这样的协议。那么这些协议呢，其实这些协议具体在做什么呢？在我们以前的在线研讨会里边，咕噜老师有一个叫 Bitcoin SV 的应用层协议这样的一个主题，它里面是详述了这些协议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视频。如果你想知道 Bitcoin SV 这协议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有哪些功能，这些协议组都是怎么构成的，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还是在那个 CSDN 的 BSV 开发者专区里面可以找到，叫做在线研讨会视频。好，接下来那我还是要给大家再继续介绍一些参考资料。我们有工具，有协议，有开发类库等等等等，有各种 API 服务，我们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参考资料。首先肯定还是在跟大家介绍的前面出场比较多的 Bitcoin SV CSDN 专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叫做 Bitcoin SV 的维基百科，这个实际上是专门做技术类的一个维基百科，它的名字叫 wiki.Bitcoin SV.io。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有很多技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想知道哪个操作码，每个操作码它是怎么用的，有什么场景。比如说你想知道什么叫 Payment Channel， 你想知道什么叫 RPuzzle 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在这样的那个维基百科里有专门的词条。那说完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英文版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中文的 Bitcoin SV 中文百科，这是我来做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小的项目。这里面其实我是汇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关于 Bitcoin SV 的资料，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如果有人想去了解 Bitcoin SV， 那你可以到这个 Bitcoin SV 中文百科里面去查一查看。那同时还有一些我们说的有一些就是你资料可以查询是吧？我们同时还有一些交流区，就是你要有的人可聊是吧？你问个问题什么的这种是吧？你要有人知道说有人给你回答，有人解答互动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微信群嘛，那这些群大家可以加进去。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那我们继续出场的就是 Bitcoin SV 的 CSDN 专区，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专家博客。大家可以在博客里面去跟他们留言互动，去问一些问题之类的。那还有一个是 Popping 有一个中文的讨论频道 ，Popping 是基于 Bitcoin SV 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社交媒体吧，这样一个应用。然后频道呢是一个类似于论坛的这样应用，也有不少人在那边去用中文去讨论 Bitcoin SV 的各种知识，所以欢迎大家去用 Popping 的 Bitcoin SV 中文讨论频道里面去讨论。然后还有在 Slack 上有一个亚特兰蒂斯这样的一个频道，这个频道是 Unwriter 他建的一个频道，里面有很多国内国外的开发者。就是如果你想跟国外的开发者去做更多的交流，你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项目，他们用什么样的工具，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怎么解答的，你可以去到亚特兰蒂斯去跟他们去交流。最后想跟大家说，其实就是 wiki.bsv.info， 就是我说的那个我来做的那个中文的一个百科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我这页胶片里边讲述的所有的内容都会在那个里面有介绍，同时还会有外部链接去引导你到对应的专门介绍这个的网站，比如说 Nextendo 会有一个简短的介绍，同时会引导你到 Nextendo 的网站上去看它全面的文档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 wiki.bsv.info 去看一些这里边的内容。然后同时如果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交流的话，也可以看这个 email 地址去发邮件来跟我沟通。好，以上就是我本次演讲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也欢迎大家将本次大会推荐给你身边的区块链行业的从业者以及非从业者，所有感兴趣的人你都可以推荐给他并且持续的关注 CSDN 上的 Bitcoin SV 开发者专区，网址是 bsv.csdn.net。感谢大家参加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谢谢大家，再见。